2月6号一早，包车司机小李在富士湖酒店门口等着我们，前往日本行的下一站伊豆。对伊豆这个名字最早的印象是山口百惠的电影《伊豆舞女》，那里应该是个景色秀美的地方。一路上山路不少，山路边的树木繁茂，富士山也时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。开车2个小时左右，我们来到了伊豆半岛的修善寺温泉乡。这里有清澈见底的桂川，幽静翠绿的竹林小径，横跨桂川的渡月桥、桂桥等5座朱红色小桥。一片竹林旁边的竹亭下，就是传说中空海法师敲击岩石而涌出的独骨之汤，也就是修善寺温泉的发源地。再往前走几步，是有着1200年历史的古刹修禅寺，寺内桃花、梅花盛开，古朴而幽静。离开修善寺，下一站大石山。大石山海拔580公尺，是一座4000年前形成的休眠火山，形状是对称的圆锥状，山顶直径300公尺的巨大火山口遗址。春秋季，整个大石山被绿色植物覆盖，远看像绿色抹茶布丁。现在2月份的大石山只剩下了秋冬季的焦黄色。我们坐缆车上山，除了看山顶巨大火山口遗迹，还可以看到远处白雪覆盖山顶的富士山，以及另一边太平洋中的伊豆群岛。在网上看到2天后的2月8号，大石山会有每年1次的烧山活动。只可惜那天我们离开日本，错过了这次观看烧山的壮观景色，只好留到以后了。再次坐缆车从大石山下来，司机小李已经在路边等我们了。开车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第3站仙人掌动物园。一进门就看到各种异国情调的雕刻、仙人掌和多肉植物。往里走，更多的是各种可爱的宠物和动物。水豚和游人们亲密接触。大石山全景也处处可见。傲娇的孔雀们给游人们展开它们美丽的翅膀。可爱的小熊猫憨态可掬，嬉笑打闹。长颈鹿们不停地向游人们索要食物，
十分可爱。今天的第4站，陈崎海岸和门胁吊桥。陈崎海岸是大约4000年前大势山火山喷发时流向太平洋的熔岩冷却后，经海浪千万年侵蚀而成的断崖海岸。吊桥旁进口处矗立的白塔是有360度的全景展望台，可以远眺伊豆七岛。可惜我们到时已经过了下午5点，展望台关闭，我们错过了高处全景眺望的机会。再往里走是横跨在峡谷之上，全长48公尺、高23公尺的门胁吊桥。走在桥上，向下俯瞰陈崎海岸，惊涛拍岸，景色绝美而壮观。离开陈崎海岸，我们沿着海岸的山路开车20多分钟，就来到了我们在伊豆这2天的住宿——伊豆热川海洋度假村。酒店房间不算豪华，但也干净清爽。热川的气温明显比前几天在东京富士高了不少，有了几分热带海洋的感觉。从房间的阳台看下去，蔚蓝平静的海水，温热的海风吹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酒店的自助晚餐不算奢华，但也丰富可口。晚上和同伴们享用了酒店的温泉泡汤，身心愉悦。和好友走在酒店外热川的小巷里，红色灯笼映衬下的夜幕，宁静又充满着日式情调。伊豆的第1天结束了，谢谢您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